大家好，我是 Kate。Gemini 3预览版终于发布了，在 AIC AGI 的指标上，Gemini 3 Pro 它的得分是要比 GPT-5 Pro 得分高，但是呢，它的成本却是要比 GPT-5 要少很多。Gemini 3还有一个 DeepSync 模式，Ultra 用户可以使用，它的得分会更高。在浏览器使用测试上，Gemini 3 Pro 它的准确性要比 GPT 5.1 Thinking 要高出不少。Gemini 现在呢是有非常多的用户，有很多用户呢就是从 GPT 转到 Gemini 3的。Gemini 3呢在多个基准上都是要遥遥领先其他的模型，只有在一项指标 SW Bench Verified， 有些用户说 Gemini 2.5 Pro 到 Gemini 3 Pro 的变化就像是 GPT 3.5 到 GPT 4的变化。Gemini 3 Pro 呢，它在20个基准中有19个是达到最优，在高难数学抽象推理方面，这是 Gemini 3的主场，它要比 GPT 5.1 和 Claude 要优势非常明显。还有一项是 Math Arena， 这个是极难的竞赛数学，其他3个呢都是在1%左右。在人类的最后测试方面 ，Gemini 3 Pro 它的优势也是非常大。多模态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到 Screen Spot Pro， 这是关于屏幕理解 GUI 的。Gemini 3 Pro 对比 GPT 5.1 这个相差了是有20多倍。Omni Doors Bench 之前在介绍 OZI 的时候也提到这个 Bench， 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 Bench 它是数值越小越好。Gemini 3呢，编辑距离大约是比 GPT 小20%多，所以它在文档处理上是非常有优势的。在视频理解方面，Gemini 3 Pro 也是非常有优势，还有多模态多学科 Terminal Bench 2.0 终端 Agent， 它相对 Claude 的优势还是有点大的。Bending Bench 呢，它是超长周期 Agent， 纯参数化事实问答方面 Gemini 3 Pro 它呢优势非常明显。看这张图 ，Gemini 3 DeepSync 总体而言还会更优秀一些，给模型呢是多个手写的识谱。它就能帮我们做一个非常美观、精美的交互应用。它还可以帮我们分析复杂信息，如研究论文。刚刚有提到，它在 Omni Bench 上面得分非常高。它可以将论文里面的内容呢，可以可视化展现。Gemini 3呢，它在视频理解上面也是能力非常强，所以你上传视频给它，它就可以帮你分析，并且指导你如何提高你的运动成绩。为了帮助你更好地理解网络上的信息呢，搜索中的 AI 模式现在也可以使用 Gemini 3来启用新的生成式 UI 体验。这次谷歌还推出了一个 AI IDE， 而且是之前的 Windsurf 的团队开发的，叫 Anti-Gravity 反重力，目前使用都是免费的。它呢集成了 Gemini 3 Pro， 还集成了 Gemini 2.5 Computer Use， 而且还可以帮你生成图片。经过我一段时间的尝试呢，这个 AI IDE 还是做得非常成熟的。它有用到一个 Anti-Grav 浏览器插件。此外呢，谷歌还推出了一个Gemini Agent 模式。那这个模式呢，目前只向 Ultra 用户开放。这个应用是我在 Kernel 里面使用的。我一开始呢就是选择了 Plan 模式，它会反问我希望什么样式，我希望简洁一点，然后有这种剪头发的动效。之后它就帮我做成这种样式，可以看到整个画面呢是样式非常简洁的。它这个动画做的是非常棒，是我让 AI 模型尝试做过的最好的元素周期表了。目前是 Table 模式。那我们看到这里的话，它的排版可能稍微有点问题，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这里的线条，还有它的这个排版设计都是比较美的，包括它用到的这些英文的字体也都非常不错。那选择上方标签会有不同的元素分类，右侧呢还可以选择时间线，这个时间线做的也是相当美。它还支持对比，他说先选择元素，选好之后看到这样的一个对比表。当我输入某个元素，它呢会自动将某个元素突出显示。再看这个应用，那有不同的笔锋，还有墨色，还可以清除内容。可以看到目前生成的内容非常像毛笔先写下去，然后呢它
它在宣纸上是有渲染的效果。而这是 GPT 5.1生成的，我们可以看到，这它生成的这个毛笔写出来的字，就会有很多比较小的分开来的圆点。Claude 生成的在这个问题上是有很大问题的。当我先写了一笔之后，它后来就开始变成缩小版。再看万花筒名片生成器，当我点击随机生成图案，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呢有多个图案。包括下方这里的文字可以修改，下方的文字后面的背景颜色呢，它也会有随机变化。假设我对这个满意，那我就可以点击导出图片，导出的图片效果就是这样子的。如果你对它不满意，可以再切换，这里的变化非常非常多。是 Gemini 3生成的未来城立体地铁系统。当我点击某个站点，它会出现信息，同样的提示词，这是 Claude 生成的效果。那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 Claude 生成呢，它会有这样的一个小车的效果。它的路线的话不是那么立体。这是 GPT 5.1生成的。当我点击不同的站点，它下方是有比较详细的说明，右侧呢也会有路线详情。看一下 Gemini 3做的关于色彩的理论。现在它介绍了色相。然后这是色轮，这些是一次提示词让它生成的整个动画。然后是饱和度、色彩和谐法则、互补色、宁静色、三分裂色。看量子纠缠的动画，粒子并非静止，它们同时拥有上旋和下旋的概率。当两个粒子发生相互作用，它们就会纠缠在一起。即使它们分开数光年之间，这个无形的纽带依然牢不可破。当我们观察其中一个粒子，然后另一个粒子就会有什么状态。整体这个动画我觉得做的是相当不错的。我们看一个梦幻楼梯，这个楼梯呢，就是希望它有这种无穷的连接。这是 Gemini 3 Pro 做的，它呢有一个额外的光源，这是 GPT-5 做的梦境楼梯。那它生成的颜色还有整个画面就单调很多。这是 Claude 生成的，Claude 生成的梦境楼梯，它的样式色彩比较丰富，而且可以切换不同角度。这是 Gemini 生成的设计师个人作品网页，我们可以看到它无论是这里的文字这种显示的样式，还有字体，整个色彩都是比较和谐的。代码里显示呢，它用的是React， 这是生成的知识分享平台网页。那我们看到这里的 UI 也是比较美观的。在你的提示词里面提到应用，它大多数呢都会采用 React。当然也可以提示 Gemini 3让它生成幻灯片。这是我给它 Gemini 的博客文章，它帮我生成的幻灯片。这是它生成的关于反重力的 IDE 的幻灯片。它先介绍什么是谷歌的反重力 IDE， 它的核心哲学是协作开发。幻灯片还提到了它海纳百川，它参考了 Claude 的 Artifacts 的概念。这些 Artifacts 有多种形态，任务清单、实施计划、浏览器录屏、截图报告、测试报告。它和 Cursor 也是很像的，你呢可以同时编排多个 agent。但是目前呢，当我再开一个对话的时候呢，发现就会有次数限制。它内置了一个全功能的 Chrome 浏览器，不仅能写代码，而且能直接运行应用。它使得这种 UI 开发和测试自动化是非常方便。它会通过 Artifacts 确保每一层架构都符合预期。我觉得它这个幻灯片做的还是相当好的。再看这一个，让它生成一个 Minecraft 风格的拉链。一开始它只生成一个拉链，后来我就让它把完整的衣服都展示出来。目前它这个做的还是非常美观的，只是我觉得拉链的这个比例的话，跟这个衣服的比例不是那么对称。当我给它一张图片让它复刻，那它对这张图片复刻的效果不是特别好，脸的形状的话不匹配。上传另一张图片，让它帮我生成这种粒子，它的粒子的流动的感觉和我上传给它的原图还是非常像的。当我上传这样
一张 Midjourney 生成的图片，它克隆的这个结果真的是非常非常好。Gemini 呢帮我克隆的这张图非常有趣，它呢是在网上找了一张搞笑的图片，因为这张图原意呢是说反重力的 IDE 里面它有内置了这些模型，但是它没有放 GPT 的高级模型，而是放 GPT 的一个开源模型，这就是比较滑稽。这是 Gemini 生成的恐龙演化谱系图，它做的呢就很像是思维导图。那我们可以看到，它目前的话，这个排版样式还是不错的，比较美观。再看这个页面，让 Gemini 呢做无限循环动画。我们在上方可以选择曼德拉之花、量子干涉，这个量子干涉做的挺好看的，还有虚空隧道，还有混沌吸引子，这是悟空的穿越新生活。它给悟空这种生成的样式呢，是要比 Claude 生成效果更好的，而且它的整个画面内容也是非常有趣。我们来看一下图片方面的测试，这是一张图片，之前我有让千问3 VL 还有 Paddle OCR 都来识别过。这张图呢反光是非常严重的，我鼠标所在的位置呢，它有一个字是擦玻璃的擦。重点我就是要看刚刚比较反光厉害的，然后字也比较小的，它是否能识别出来。而我发现 Gemini 都能识别出来。GPT 5.1 Thinking 呢，它这里的话是漏掉一些字，总体上它回答的内容是比较少的，然后它思考的时间是非常长的。这是一张收据，让它 OCR 识别。那 Gemini 3呢，它是我测试过的模型里面第一个是将这个条形码也都通过竖线来展示出来，而且它非常好的是呢，它认为有些字比较小，它可能识别不清楚，它就会说是推测是什么，疑似是什么。给它一张比较倾斜的图片 ，Gemini 3识别了非常多的内容，左侧有什么，中间是什么，然后右上角又是什么。它呢对一些不清楚的内容或者是模糊的内容，它非常好的就是会用括号来做一个备注说明。这张图非常有意思，上方呢是千活字的简字盘，之前我让多个模型都识别过，那他们很少能识别出上面的文字有哪些内容。Gemini 3在这个问题上，它回答的是非常好。它一开始它就指出说，金属字块上的文字在物理上是反向、镜像的。他先介绍了说明牌上面的文字，然后对千活字模内容进行了识别。它这里识别的内容和上面的内容大部分都是一一对应的，所以 Gemini 3在多模态能力方面真的是非常强。这个我实拍的图片呢，让它识别出这个蝴蝶品种，它这里的话识别也是完全正确的。这张火烈鸟图片让它识别有多少只火烈鸟，在数数这方面是有点问题。这张图呢，之前千问的 VL 它经常是将最右边有一个基准是 Open LV LM， 它会漏掉一个字母。Gemini 在这里是将这些文字都识别齐全，在分析图片的时候是知道标红的呢是最高分，所以它在这里加了一个备注，是非常好。这张图发给 Gemini 呢也很快识别出这是在上海南京路拍的。它很重要的一个评判标准呢，就是这个建筑的名字。这个建筑呢是有一个叫 U479， 但是有些模型它是没办法识别出来。给它这样一张图片，让它识别现在的液体有多少毫升。Gemini 给出220到230，那和我现在实际上看的还是非常接近。目前 Gemini 的 Web 端呢，给它上传一个音频，他说还无法去识别具体的内容。好在呢，我们可以在 AI Studio 里面将音频上传给他，然后他会很好的做一个分析。最后呢，测试一下他的写作能力，我让他写40个字，最终呢，他生成的是35个字，5个标点符号，加起来是40个字符。再让他写不超过300字的短故事，故事发生在电梯里，电梯失控了，程序员，然后他很淡定说别慌，这不是 bug， 这是特性。然后外卖员和保安同时愣住，之后程序员说这个楼的系统是我昨晚通宵更新的。
这是新增的周五狂欢模式，系统只要监测到轿厢内平均心率超过120，就会自动开启 Disco 来助兴，大家放松一下。之后，外卖员看了一眼程序员，甚至忘记冲了出去。保安大叔默默收起了警棍，眼神复杂的小声嘀咕：“你们写代码的，平日生活都这么苦吗？”让模型写一句不超过20个字的话，给刚毕业2年大城市打工的人的建议。Gemini 的回复说：“不要用战术上的勤奋掩盖战略上的懒惰。”我觉得还是 Sonnet 在这个问题上回答更好。Sonnet 说呢，是建议把精力花在能积累的事上。最后呢，再花点时间看一下反重力 AI IDE， 它的安装呢，包括它的界面都是和 Windsurf 是非常像的。在反重力 IDE 里面，我们可以选择2种模式，一种是 Planning 计划，第二个呢是 Faster。模型有这几个可以选，这是让它做一个单独的页面，然后呢，它就会编辑 tasks。它生成的这个 tasks 的话，如果完成之后，它就会打勾。再看一下实施方案文档，这些内容也都不错。我们可以选中文字呢，然后立即添加一个备注，它会自动将你的更改添加到现有进行中的流程，无论是 task 还是实施方案，谷歌呢都把它们作为 artifacts。还有一点比较好玩，那是 playback， 点击它就会出现左侧这样的画面。那我们下方会看到它在有哪些行动，包括边框是这种蓝色发光的，这些是 Computer Use 在工作。它也会进行截图，这是我让它做的元素周期表。同样呢，它先思考，然后生成2个文档，它会实时更新项目的进度，最后进行验证，然后告诉我就完成了。这是我近期让多个 AI 模型做过的最好的元素周期表了。总体而言 ，Gemini 3 Pro 是非常非常优秀的，它还有太多内容值得去探索，强烈推荐大家早日去体验它。以上呢就是我今天的分享。如果喜欢我的视频，欢迎加入我的知识星球，我会分享最新的 AI 资讯，分享源代码，回答你的提问。我们下次再见。